这2年的楼市呢，其实挺刺激的。一方面呢，很多人觉得未来的房价还会涨，觉得房住不炒的调控呢只是暂时的，所以呢还会去买房子。也有些人认为呢，在房住不炒的大环境下，房价稳了，那么有可能呢房价会下降，所以呢我现在不出手，我要观望。而且呢，自从房住不炒以后，房价呢稳了，炒房客没有了。实际上呢，这就是楼市出现的一个反转。因为呢，在过去20年，很多人只要有钱了就会买房子，因为他相信房产是一直会涨价的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讲的是呢，楼市出现了3个反转，在未来呢，房价可能会超出你我的想象，有可能和大家想的不一样。今天就这个话题呢，和大家讨论一下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，都可以呢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，第一个反转呢，就是房住不炒是主基调，未来呢还会一直执行下去，哪怕现在在救楼市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几年对楼市的调控是非常严厉的，而且非常具有针对性。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呢？首先呢，就是降低了利率。降低了利率意味着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，每个月还的贷款就少一些，这其实呢是很多人在意的。那么当前的环境呢，就是降低利率，让老百姓呢能够在买房子的时候利息呢还得更低一些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是打击了炒房客。之前为什么有炒房客？就是房价一直在上涨，炒房客呢也包括炒房企业，他们拿着大量的资金能够买入核心地段的房产，然后再高价出手，实际上被套牢的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。那么如果不打击炒房客，这个楼市就成了炒房者之间的游戏，害的还是我们老百姓。所以呢，你现在发现没有，房住不炒以后，炒房客要么被套牢了，要么是低价抛售，直接离场，再也不进入楼市了，楼市呢就变得健康起来了。还有呢，是现在放开了落户的限制。放开落户限制呢，主要是想让这个产业平衡，让人口平衡房价为什么会2极分化？就是因为呢，人们一直在从这个小城市到大城市去发展，这就导致到呢这个大城市的房价越来越贵，因为需求量变多，而小城市呢就变得有价无市，而且呢产业也跟不上去。放开落户限制以后呢，再加上如果产业配平的话，那么未来可能呢人口还会从1、2线城市回流到3、4线城市，虽然不多，但是呢能起到一定的效果。这也呢是从另一个角度降低了1、2线城市房价的热度，还有呢解决了新青年、新市民的落户问题。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很多人想到这个城市发展，刚毕业，工资比较低，但是房价高的吓人，大概率呢很多人是不会留在这里的，或者说呢没有房子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发展等等。那么现在呢，在解决的就是新青年、新市民落户以及买房、租房的问题。还有呢，就是加快保障型住房和租房市场的完善，这个呢是针对低收入人群。未来呢，你可能会看到以政府为主导的保障型住房，而不是我们所说的二房东坐地起价。最后呢，就是整顿了这个中介和物业。其实呢，这2方面也是关乎到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介呢以前不规范，可能会存在吃差价，或者说呢专业性不够，导致到买房或者卖房有所损失。未来呢留下来的就是比较专业的中介，让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能够保障我们的资金安全以及过户的安全。对于物业来讲呢，是和小区的业主有关，本身呢聘请物业就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，但是现在物业呢可能倒打一耙成了小区的主人，这些呢在之前就长期存在这样的矛盾，未来呢这些矛盾都可以呢得到有效的解决。这个呢就是从全面的角度来解决当下楼市困扰的问题。房住不炒涉及到房产的方方面面，大到开发商，中到银行，下到购房的群体，都要被保护，让这个房产健康平稳的发展，这才是我们的主基调。那么第二个反转呢，就是现在房产处于饱和的状态。什么叫饱和呢？要分几个方面来讲。第一就是土地饱和。过去20年我们一直在建设这个城市，城市化率不断的拉大，我们需要拆迁，我们需要呢建各种各样的高楼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土地。
但是现在你发现没有，很多城市的城市化率已经很高了，而且呢，用于住宅的土地越来越少，也就是说呢，土地市场开始饱和。包括呢，之前给了开发商的3道红线，开发商到现在呢都还在降负债，那么拿地的欲望也低了，也就是说土地市场趋于饱和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空置房变多，以及呢大多数家庭已经买房子了。空置房很多呢，这和之前很多人这个买房有关系啊。很多人觉得呢，这个买一套房子不够，买第二套房子呢持房成本很低，所以呢就会在各个不同的城市去买房子，让自己的资产增值。还有呢，很多人在过去20年买了一套房子，经济又好了，又买了第二套，到了2017年和2018年房价上涨的时候，又被迫呢这个改善或者是置换了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现在大多数的家庭是不缺房子的，空置的房子并不是没有卖出去，而是买了被闲置了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。第三个方面呢，就是需求量减少了。我们刚才说到，该置换的已经置换的，该买的已经买了，买不起的可能仍然买不起，放弃了，还有的人不出手，在观望。总之，现在这个房产市场上的真实购买力是减少了很多很多的，因为人们变得越来越理性，再加上呢这个3年的疫情，有的时候人们想一想，还是现金为王，不要呢盲目的去买这个房子。所以呢，你也可以看到现在房产市场上不温不火。那么第三个反转呢，就是未来房地产税可能会呢全面的铺开。房地产税呢不是一个新鲜事，早在10几年前就有试点。那么为什么没有全面的铺开？实际上呢，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给大家讲过，这是一个庞大的需要解决的问题，涉及到居民的方方面面。那么问题就是收多少，怎么收，收谁的，这个呢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。因为呢，我们的收入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持房的数量也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这就是这么长时间没有全面实行的一个原因。不过呢，我相信在未来可能呢会得到解决。那么解决了以后，我们得面对以下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可能呢拥有多套房的家庭持房成本会增加，因为呢房地产税是一个可持续性的税种。那么持房成本增加了以后呢，就引来了第二个问题，可能呢有大量的房产进行抛售。那么抛售了以后呢，你会发现买房的人选择多了，房产呢就进入买方的市场，那么这个时候价格可能呢就会有所下滑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就是我们根据刚才所说的，加大了保障型住房和租房市场，未来呢可能租售同权我们之前说过二手房有官方指导价，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租房也会有一定的指导价呢？总之这个市场呢就不允许你乱涨价，或者说呢不允许你在进行炒房。那么以上说的3点楼市的反转呢，就会导致到未来的房产结局不一样。过去呢人们始终相信这个房价呢会一直涨上去，但现在我们看到经过房主不炒以后，房价已经趋于稳定。那么未来房价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？是人口问题，哪里的人多哪里的需求量大，可能呢房价还会上涨。这个城市没有产业支撑，人口一直在流出，那么房价就失去了支撑的支点。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房价两极分化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